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讲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赵怡翔议员、蓝轩小姐、林佩祥委员、张思刚议员、陈婉慧委员。好，那么本来想先谈岸田的，因为老沈上午出庭了，就让你出庭的故事，你被谁告？被真名叫陈时奋，这个艺名不是艺名啊，他笔名啊叫翁达瑞，那都是被你害的。我在你的节目里头，我有一次就是那个 Me Too 讲的最红的时候，我旁边是高嘉瑜嘛，那我们就讲说这个 Me Too 这个浮在水面的案子很少，底下的黑暗比较多。那高嘉瑜说，我们就讲1/10呢，1%呢，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嘛。那翁达瑞那个时候他是要害高嘉瑜他是要挺那个什么基进党的所以他就讲高嘉瑜这个跟沈富雄一起抹黑民进党，你知道吗？那他是诬告我，还不自检讨，他还说我是在抹黑民进党，然后他自动以自诉的方式告我刑事刑事1审2审都输我都没罪。然后他现在要告我民事，要我赔他的名誉200万。我不好意思讲了，今天妨害配偶罪也不过20万而已啊！我妨害他的名誉200万，我跟庭上讲，他的名誉社会自由公平了，已经低到我想伤他的名誉都伤不来你不是吗？是那个洛杉矶的教授那个，就那个他没出庭就是，这你在出庭。我这个是我另外给庭上讲的，我说他告我2次的刑事，一庭跟2庭跟今天的民事，我一共出庭了7次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就是花一点小钱，请个诉讼代理人，就害得我老人家到处奔波，这个非常没有公义你知道吗？好吧，你就知道马英九多惨了，天天跑法院。好吧，岸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民调都只维持在20%左右日本人是说民调不在30%以上，这个政党就危险了。所以呢，他只剩下1个月日本就要选总裁了，他提出辞职，因为大家现在说自民党军权政治派阀政治太严重，尤其像是政治现金，日本的规定说政治现金如果你募到多少，超过多少应该交出来了，很多议员都放到自己口袋里所以呢被人家检举等等，很难看所以呢这个要改革自民党，那他讲的还不错了，自民党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我辞职。这话讲的可以为什么要辞职？为什么？因为美国驻日大使常乱讲话，还骂中国，骂这个骂那个，突然宣布说，我干到明年1月我就不干了，很奇怪，没有一个大使这样然后他说他要到 Harris 政府当高官 ，Harris 根本不会用他嘛，他跟拜登关系不错。那岸田呢，透过他以前的一个爱将呢，跟这个大使一直保持一个密切关系，然后这个大使跟拜登维持一个管道，大使要辞职了。他想这下美国的靠山也失去了那他在自民党没有得罪自民党其他的派阀他说要解散派阀，得罪好多其他的派阀，你不要解散我们，所以呢那些派阀还没有被干掉，他自己被干掉了，大概就是整个故事了那么另外呢，所以他说党先生就是他辞职嘛那另外呢现金党内有逼宫他，所以把他拖垮了日本的经济又很不好，通货膨胀非常厉害然后日币一直贬值之前所以呢这个对日本人来讲那个生活也是苦不堪言，他去减税达不到效果那另外呢，这个你看他这个最好的时候，我看他的支持度高到差不多将近70呢，60几呢，现在低到这20几所以政治人物要很警惕，政党要很警惕支持你是可以非常支持，不支持你的时候可以把你丢掉就像丢垃圾一样弃之如敝履了像破鞋一样。加拿大曾经有一次国会改选了，执政党1席都没有，全部议员全部落选，说不要以为我可以永远执政所以呢要很小心那拜登说，哎呀，我跟岸田把美日同盟推向新高，因为岸田一路就追随拜登，凡是通通听美国的话了，美国什么他都听那另外呢，这个石破茂刚好在台湾石破茂现在显然民调还不错，他也说如果大家支持我就要选。他已经选了4次都没当选，这次如果再选是第5次。他的民间的民调第1、24，但是党里面的民调稍微低一点，第2名跟他很接近就他的党内的
这个人缘并不是很好哦，小泉接近他，所以他在党里面是不是能获得支持？日本的选举制度是这样哈，党员票占一半，议员票占一半，哦，所以你第一次选举过半你就当选了，不过半二轮选举啊，二轮选举常常就有各种很奇怪的变化，我们看一下。抛出震撼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召开记者会，宣布放弃参选自民党总裁。自民党が変わることを示す最も分かりやすい最初の一歩は私が身を引くことであります。意外的是，日本首相9月就要换人。67岁的岸田，2021年10月出任自民党总裁，3年任期届满，即将下台一鞠躬。岸田执政时期深陷政治现金丑闻，内阁支持度低迷，再加上2022年安倍遇刺案后，执政党就跟统一教关系扯不清，岸田的支持率最低只有21%，地震后稍微回升。岸田下台后会由谁来接任日本首相？正在台湾访问的石破茂被点名。これからは幸せな日本、それを目指していかね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被视为下届首相最热门的人选，如果出马，将会是他第5度参战。另外，众议员小泉进次郎则是民众心中的第2名，他是前日向小泉纯一郎的儿子。数位大臣河野太郎则是排第3，他也曾经角逐自民党总裁失利，目前在党内的支持度并不高。石破茂有机会哈，那他在台湾跟3个党都有沟通，都有联络啊。那跟赖清德呢也去谈，赖清德说跟他谈到欲罢不能啊，哎呀，我们简直惺惺相惜啊，哦，谈到欲罢不能，赖清德是非常亲日的哈。那另外呢，这个石破茂，那记者就问他了，记者说，那如果老共打台湾，那日本常常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你如果当首相会不会协防台湾呢？石破茂说，最好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两邦干嘛打仗呢？如果发生了，我现在不能讲，哦，搞了半天没给答案，哦，发生的时候他不是首相，没给答案啊，好吧，那么日本前外相哦一起来了。他跟赖清德谈说，我以前很担心赖清德是台独啊，跟他谈完以后说他愿意维持现状，哦，他愿意维持现状，我现在放心了。来，这个林委员，我先从这个我们岸田现在辞职的事情下来看哈，有一句话我很认同，叫做政治是为经济而服务。其实不管是岸田这3年之间，不管是安倍的枪击案，还是后来扯到旧统一教这件事情，旧统一教分成2个 part， 一个 part 是他们暗杀安倍的枪手，他的妈妈是旧统一教的信徒，所以导致有这个倾向。另外一方面就是旧统一教后来好像政治现金有他们是就是暗杀安倍的旧统一教有政治现金。违法政治现金给现在的自民党，所以搞不好那个政治现金这时间查的时候刚好是去年年底，导致说现在这些风波不断。可是我个人认为，真正导致说现在他们这个日本全国对于内阁的不信任，最主要还是因为第一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造成全世界的通膨的事情，而所有国家那时候都拼命印钞票去救国内的经济。后来新冠疫情解除之后，马上就遇到俄乌战争，变成俄乌战争最直接不是直接影响到欧洲，甚至在俄国旁边的日本、韩国各方面，全世界都被波及到。所以在这2个黑天鹅的状况之下，导致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他们岸田的民调非常低，与其说他是一方面是因为说他是要做一个华丽的转身，倒不如说他也要保留他们派系或他们整个未来大选里面的3个因素了，造成岸田这样哈。不过岸田到美国访问的时候，我蛮惊讶的，他英文讲的还可以。一般老认为英文讲的坑坑巴巴，不知道讲些什么。岸田英文讲的还不错，那奕翔怎么看？当然，他英文蛮好原因，当然他过去也当过这个外务大臣嘛，也做过这个代理的这个国防大臣，所以其实对于外交国防的部分，他确实是有他的经历在。但日本现在的政治其实应该会进入一个动荡期了，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虽然岸田做不到3年，但他已经是日本民主化历史当中任期第8最久的这个首相哦，其实任期第8最久了，所以其实已经很久了。因为过去安倍是做最久了嘛，做了8年期间，但其他很多首相做1年、2年等等，所以很多人看到自民党这样的状况，会怀疑说，接下来会不会就导致日本回到这个动荡的期间？但确实，
这个岸田蛮有趣的哈，因为过去大家认为他其实是这个自民党的明日之星哦，他其实是改革派的哦。他当时上任之后，无论对于最低薪资，无论对于国防预算，无论对于国内，尤其是生育率方面的改革，他其实很有魄力的。所以刚刚也提到，他一加入这个政府之后，民调其实是50%、60%、70%，对，这样子算。就后来大家发现说，好像改革跟实际所看到的一个结果是有落差的哦，差距甚远，所以因此民调继续跌，然后后来他被封为这个比较建制派的人士。但我觉得比较有趣是这样，其实他大概会被记得的这个部分，就是他在国防改革，因为国防改革跟对美关系是他任期，我觉得可能是进展最快的，包括国防的部分，他预算增加了1倍嘛。他说这个接下来日本从2027年要达到这过去1倍以上的国防预算，所以这个是他会被记得的项目，但他会同时他的负担就是因为他经济议题。生育率议题、通膨议题没有办法做有效的处理，但我觉得台湾该关注的，当然就是接下来谁会接。其实目前刚刚提到3位人选，应该都是算是亲台派了，跟台湾蛮好的。包括这个石破茂最近在台湾，这个小泉进次郎过去其实在台湾的安全议题、美国安全议题，应该算相当的熟悉了，因为跟他爸一样，跟他父亲其实都是算跟台湾比较熟悉的。那这个河野太郎，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其实去年在日本的一场论坛，其实有跟他一对一谈到一下话。那当然，他现在是数位转型部的这个大臣所以其实当然这个没有处理到这个外交、国防等等，但他对台湾其实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如果未来这个河野太郎过去做过国务大臣这国防大臣，做过外务大臣，有机会的话，我相信他跟其他3位一样，对台湾应该都算是蛮友善的。石破茂也讲了每个日本政权管他换首相谁了，对台湾的立场是不变的休息一下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回到两岸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们的善意门已经打开了，我们欢迎大陆的旅客来、学生来、宗教信徒来而且呢，我们禁团令也没有了，取消了。我们现在很多天地还在大陆真的，有天你在讲什么？禁团令哪有取消？现在在大陆的团是你以前已经允许的，所以他可以继续出团。新的是不行的所以你进团你根本没取消你是不知道还是什么乱讲一通？到底怎么回事？行政院长你可以这样讲吗？那实际上呢，虽然说我们这个不准团体去，最近我碰到很多人还是去大陆旅游我说你们怎么去的？那2种方式，一种到大陆参加大陆的旅行团，又便宜很多。但是没有什么保障吃的比较差吃的住的可能比较差，但便宜万一发生事情，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另外就是我们的旅行团在大陆，比如在台湾把大家接好以后，说我们不是团你们到了大陆去，那在大陆再把他们整合起来，然后再跟大陆旅行团合作，这个也是没有保障嘛，就是你很多那个旅游保险什么都不能做嘛。那你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老共下个令说大陆人不能来，他真的不能来。那我们下个令说台湾人不能去，他们照去，只是少一点而已。那不是我们吃亏吗？从旅游的收支我们也吃亏何况又减少让大陆人了解台湾这么好的机会所以我不懂民进党政府想什么，只为了一个是意识形态就下个令不能去，然后现在他就说可以去了，那什么时候可以去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看一下。两岸关系持续紧绷，总统赖清德在就职演说抛出两岸可以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学生来台就学。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专访指出，两岸友善的门已经打开得很大，政府对学生就学、陆生纳保等都展现善意，也欢迎观光客、学生、宗教信徒等3类人可以多来，但不是军机、军舰跟统战人士。这个讲这个话，其实基本上听不太懂啦。第一个，2天前才说叫我们的宗庙团体不要拒绝大陆的宗教统战，蛮这种怪题，对，不要被骗了。然后呢，又下了很多的文又做了很多的指导，然后还暗指呢这些很多的宗庙的人士是所谓的第5纵队，然后呢拿了大陆的好处。
那你现在又欢迎信徒来，那欢迎信徒来做什么？那欢迎信徒来，是不是又欢迎人家来这边进行统战啊，来做一些这个交流啦？所以你前后都不一致，你的态度很不一致。那你说这个尽团力，那事实上你只是这个骗君子不骗小人嘛。你团的人，我们在机场就看过啊，一样啊，出团啊，他就说他不打的名号，一样是旅行社帮大家代办，然后订机票、订饭店等等等等，然后叫他上飞机，自己上飞机嘛，回来就要到那个大陆的机场，就是重新一起解散，拿个旗帜一样去领行李啊，就是一个团，就是一个团嘛。我他妈民党政府常常在做那种国王新衣的事情啊，那明明都是照出团，然后该去玩的也没少，但是我们自己旅行业者就1毛都赚不到。对，你说金马开放这个马祖一些福建的福州的去，那个量很小啊，杯水车薪。你知道上个礼拜来6、7个人，那个很少，那个马祖在整个那个观光旅游上面那个占比很低嘛，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常常做一个政策啊，表面上好像是什么抗中保台，然后拒绝这个中国的这些相关的，但最后都伤着自己人啊。那你这些大陆的朋友去其他地方的，你看这半年来，日本啦、韩国啦、泰国啦，满满都是大陆游客。那我们自己的旅行业者巴望望的看着这些裁员，就是1毛钱都赚不到。所以你说，卓荣泰这样讲，那你要拿出实际行动啊。那你是不是9月1号开始啊，就全面恢复大陆的出团？我觉得都口惠实不至，嘴巴只讲，一方面又说好像塑造我愿意来去做一些交流，一方面又说人家来统战，也不让台湾人去做宗教交流。那我不懂这个大陆政策到底是什么，很迷糊。老沈，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啊，每隔一段时间就流行一句口号，小英最后的一段时间都讲这个韧性 （resilient）， 所以我常常调侃高嘉瑜你是全台湾最有韧性的女孩。那最近他们喜欢讲什么累积善意，所以他今天讲开启善意啊。但是我觉得卓荣泰这些讲法哈，是除了自我感觉良好以外，是在一种内宣，然后骗台湾的老百姓。因为讲到善意啊，到底是放人的这边算善意呢，还是接人的这边算善意？你现在是说我接这3种人，但是大陆放不放才是善意啊！那大陆决定要不要放人，是看你台湾乖不乖。你台湾不乖的话，我就不太放；你台湾真的听我的话，那我就放多一点。所以你既然这个大前提你没有变动，那我觉得大陆大举开放观光客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但是呢，这个不开放，我觉得我们台湾有很多产业跟观光有关系的产业都非常惨哦。你看那个机场的免税店啊，很多全世界的名牌都收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说没有大陆客，然后我根本门可罗雀，然后我在这里开一个这个免税店，对，他撑不下去了。最近接二连三有2、3家都收了。因为台湾人也不买嘛。台湾人去那边买的可能性不大。不多了，对，好。蓝轩怎么看？因为我前段时间才跟一群朋友去新疆哦，那我们是真的自己有比较熟悉旅游的朋友，就自己去串联起来，然后直接跟对岸的这些旅行社什么地接什么，我们是真的没有找旅行团，但是我们去那边就碰到很多认识，就是旅行团会认识我们嘛，他们就是有人拿着，就是有点分进合集啦。就是呢，明明这个导游也跟他们一起去，然后但是装作的化整为零了，就是不认识的样子。不错，然后到了化整为零，分进合集嘛。然后到了这个去拿那个行李转盘的时候，真的就大家就聚集在一起啦，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然后我们就跟那个导游聊起天来了，他就说，那我们就说你这样的对你来说，你不怕说上面的政策没有要开放啊？他说他们根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那我说为什么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他们觉得事实上是一个，我觉得他们也知道，就是他们认为民进党政府是意识形态挂帅，他知道如果完完全全禁绝你的话呢，这个旅行观光业者会根本就饿死，然后就会反弹，然后就会骂他们骂得很凶，所以他们就说也不要
很认真的掐死你，也不要认真的敬你，然后呢就嘴巴这样说，说不行，哎，但你们要去的话，也就让你们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一个政治，就很像刚刚沈老大讲的，他其实目的在大内宣，他其实嘴巴都说得很硬，先前了啊，然后事实上手上很软。那现在反过来说的话呢，又要说我们现在都很软哦，那所以呢这个对岸还那么硬，那为什么还不这个进行开放呢？所以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政府来说，在两岸这方面，我觉得他们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矛盾。到目前为止，我不认为民进党已经做好了准备，要真正的放软，但他们嘴巴要让老百姓相信我放软了。所以我们刚才会讲到说，他这个荣泰这样子讲，实际上不只是旅游观光业者啊，现在大学也是一样啊。大学现在过去的话呢，很多陆生来，他现在说我现在陆生也放啦。你看你只要是稍微查一下，我今天后来稍微查了一下，你说陆生开放来，你开放多少人来？这个而且是这一次才说要开放人来，所以到底有多少人申请也不知道。但是在过去这段时间，你知道多少台湾人去大陆吗？过去当然比起高峰期已经少很多了啦，但光有一个数字，福州大学呢，在去年的时候，光一个福州大学招台湾的学生就有222个，今年又增加到291个，所以是一直往上走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去的人多，他们来的人少。所以跟观光旅游的意思一样，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有少子化的问题，我们有这个缺生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双方都有这个生源互相的往来，而且彼此之间了解相关的文化嘛。坦白讲，如果说我们想要统战他的话，不是欢迎他们来的人越多越好吗？但实际上不是，就反而是因为我们的禁止，或是我们嘴巴说开放，实际上没有真正实质的开放，就导致了是我们的旅客呢去的人多，他们来的人少；我们的学生去的人多，他们来的人少。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到底对于赖清德政府来说，对卓荣泰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刚刚讲到日本，他们也担心赖清德太毒嘛，美国也担心台湾太毒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卓荣泰的说法就有点像是要让大家觉得说，我没有很毒啊，你看我们都释放出那么多善意了，然后呢，你看我们都打开了，那事实上呢，接下来是对岸不要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回到，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就包括赖清德，他不愿意去面对真正两岸当中交往，不愿意去放下自己呢这个台独的执念，然后的话呢又面对国际的压力跟国内的状况，所以呢就要讲一个编织一个很虚伪的谎言来去营造某种气氛。我不认为台湾的民众会买单，更不认为对岸会看不清楚他这样的一个游戏啦。对岸现在只要说，你看你的团课都没开放嘛？是啊。他说你政府没有开放嘛，你不开放我干嘛开放呢？所以我真的觉得说你就开放以后他自然会有压力。他如果一直不开放，人家会责怪他，所以你为什么都不开放呢？至少表示我们光明正大开大门走大路啊。他现在是欢迎人家学生来，这现在根本不来啦。现在在台湾读研究所的，只有说原来在台湾念大学的继续在那边去研究所，新的几乎没有嘛。然后呢，宗教前2季只有64人次，这宗教叫什么交流，什么旅游？来，晚会。我觉得这个今年这个赖清德上任的时候啊，特别讲了，就是要这个跟大陆要交流取代围堵嘛，哈。那刚刚大佬讲，我觉得就是很正确了。反正他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个说法，但是你看他的实际行动，就他的嘴巴跟他的身体，就是永远都是跟不上的这样子。那我觉得对于跟大陆这边的一个沟通也非常多的智库不断的讲，就是说我们的沟通渠道到底是什么？从这1年以来有关的相关的一些船的金门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事件，我想这个沟通的渠道还是一直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部分。今天早上我还特别收到一个台湾家属，我们宜兰的这个县民，他讲说他的媳妇是这个大连人然后为了能够来这边省亲光这个入境的这个健康检查呢，他们就把它搞得非常复杂。其实看起来就没有让你真的要让你过来相聚个几天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善意的部分不是嘴巴讲，而是要真的实际要有一些沟通的渠道。好吧，这个基本上了两岸之间这个坦诚还是很重要了。我觉得说真诚相待那如果说我真诚对你，你对我不好，大家看得清楚嘛，都知道的了。休息一下再回来。